虽然张老板现在不在凯越，但是没关系，该拍的还是得拍。450双 R。今天借到的这个450双 R 是顶配性能版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款车有多暴躁，起步就很暴躁。OK， 450双 R 4缸，那转速到多少段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吧，一档 ，Let's go。还有单向的升档快排。首先，这个车的尺寸的确是蛮小的，很小很小，轴距也很短。我趴下来的话，我整个人上身不太舒服。165公斤的车重配上一个4缸，性能猛兽吗？我这么说，就是这个车跟我预想当中完全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。就是你看它这个发动机制动啊，我不知道它可调吗？但是松油一下，这个制动的回馈感太强了，有一点那个撞墙的那种感觉，轻微的，就是这种拖拽感给到的感觉很强。会让我觉得骑得有点累。我在里面绕的这几圈，我能感觉到这款车，就是可能通勤，就单纯的城市代步来讲，可能不会那么舒服。这个发动机制动来的响应太明显了，然后给又很突兀。OK， 我骑上这款车已经有一回了，就是刚上手的时候，我只能感觉到就是有一个很强的加速度，然后发动机制动来的特别明显油门的这个响应也很快很快的，它低扭有一个不错的表现，然后现在骑一段时间的话，我能感受到跟这个车的结合度稍微高一些了，然后这个过弯给到的我感觉慢慢有自信。震动感其实在4、5千转的时候就有，然后手把会有一个比较偏正的感觉，很绵密的震动感，不至于不舒服，然后反而转速拉高以后，这个震动感会低一点我觉得450双 R 应该比较适合那些就是比较对性能有要求的朋友们，你可能觉得1档就可以拉到100多，2档140多这是你需要的，然后它的确有一个不错的声浪，还有一个这个加速的感觉没错，你看450双 R 感觉很小。它的确有一个很庞大的内心，就这车，你就一给油它就往外飞，而且非常明显的是，过了10000转以后，它的动力才开始。过了10000转以后，它的动力才开始什么样的感觉？前面好像攀升的时候还比较慢，但是一到10000转，那个车的整个动力就激发出来了，就往前冲了。你看前面都不快，过10000。一旦超过10000转，这辆车又被苏醒了。操，这个车真的是一台小钢炮了。这款车让我唯一想不到的就是它的这个低扭怎么这么粗。它是在每一档刚开油的时候都有一个很窜的这种感觉，虽然是4缸它是又延续又窜。我感觉它这个头很想起来。哦呦，这个刹车的力度真的很够，这个刹车力度怎么这么够？
我刚刚都是一指，我用2指，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刹车的力度。有一点我要说一下，它这个边撑是我骑到现在算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边撑，特别的松啊，它没有那个很强的阻尼感。而这个如果没有见过实车的朋友，你可能觉得这款车有点小，它的确小，但它坐上去的时候给人的体感是够的，它只不过轴距相对来讲短了一点。油箱是非常饱满的啊，你从这个主观视角看过去的话，能感受到吧？啊，一个比较偏战斗的一个降低手把，也没有特别低，日常通勤是够了。这前面有个这个冲压进气，啊，凯越这个外观设计的真的非常棒。这款车的外形的话，其实实车看过去会更惊艳一点，非常好看。不过张总这次新的公司应该不会延续这个设计风格了吧？不知道凯越会不会延续。我平常骑完一辆车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，但是我骑完这款车我不好说，嘿，真给我难住了这次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款车，它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款车，很奇怪，我形容不好。好不好骑呢？挺好骑的，总感觉差点意思。OK， 这款车反正我总结不好，我说不好，就是给我感觉很有动力，但是那个发动机制动来的那么明显，让我有点难受。操控是灵敏的，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让我骑的感觉不对劲，不好说。450双2。那你上了这款车，你就感觉，哎呦，这个车怎么有这么大动静？非常的平顺，很平顺。你给油，它可以很匀称的输出，让这款车跑起来。但当你给全油，好吧，我觉得这个就是450双2，的确有着非常强劲的这个动力跟声浪，还有一个不错的操控。我觉得主要是享受一下这个声浪就好了。这款车我觉得是要多骑，就我自己也感觉越骑越顺。这期视频是这样，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。关于这台车，的确就是享受一个声浪，还有这个加速的体感，好吧？因为这个的确也是同级别或者同价位别的车型给不到你的一个东西。这个4缸，这个感觉很特别，很特别。还有一个细节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我发现凯越的这个时速表，它是一点一点往上加的，23、24、25、26这样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大部分国产车是做不到这样子的啊，只有进口车可以。国产车大部分会跳，从5直接跳10、20、70，它是这么跳的啊。凯越的这个是一点一点的往上涨。OK， 这期视频就这样吧，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可说的。Peace。